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走了。我哪送你啊？我再关照你一下。前2天为了老倪，刚跟人打了一架，今天又跟这个家暴。哎，我说，你这最近火气挺旺啊。你说我是做对不对吧？我知道，是因为志婷和耀平的事儿。这事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我知道，我是人民警察。但是我说啊，这心情不好也不能总打架。谁打架了？见义勇为。我走了。行，走。对，老王，我家老大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俩人正准备复婚呢，年轻人就是脑子热。我看你脑子比他们还热呢。我知道，人民警察说到做到，走吧。走了。你们经常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吧？多了，真挺辛苦的。没事，都习惯了。那您先走，我不送您了。好，再见。哎，好。找着你大姐夫没有啊？那就赶紧找。老二，你听着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可得让你街坊邻居都知道了，你才高兴啊。离婚的可是你大姐啊，就这么着。老同志，哎，没事，不用谢啊。你这口气可不像联防队员。啊，大妹子，对不起，我真有事儿，我谢谢你，行了吧？咱俩见过，就上次你哇哇哭那次。哎呦，那我真得谢谢你，丢人呐。对不起，刚才我听见你打电话了。那我说离婚你也听见了？嗯。大妹子，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呢有4个孩子，2儿2女。4个孩子都离婚了？那我早跳下去了，真是。哎呀，本来我这拉扯这4个孩子就不容易。那你爱人呢？死了。对不起。啊，不是，我离了。对不起。也不是，哎呀，我这点事儿一句半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刚才说离婚那个啊，是我大闺女，是个大夫。关键这女婿是我亲自给选的，人挺好的，挺厚道又能干。一直是我在外头吹嘘的资本，也是我给其他3个孩子给树立的榜样。哎，可就这样的，离婚半年了，我才知道，你说我难受不难受？我真有心从这跳下去。那你有什么打算呀？复婚呐，必须得复婚。那孩子们的意思呢？我还管他们怎么想。哟，大妹子，我跟你说太多了，我真有事儿，走了啊。那个，你往哪个方向走啊？东边。我也往东走，你能捎我一段吗？哎，好，不是，咱们跳的时候再做些动作啊，咱们就等车啊，就等车。好嘞，行，慢点。你们还是不累。不累，一定点。老同志怎么称呼你啊？我叫老曾，再见啊。啊，好。哎，再见。说，你晚上干啥去啊？打不打球啊？我老三，给爹打电话，让他马上回老宅，说我有话说。你听不出来啊？我在路上呢，闹闹哄哄的，就这样吧，啊。非得把我叫回来干什么？我天天都在没日没夜的赶学术报告。哎，是，你先别着急啊。我估计爸一会儿回来啊，是想跟你提提复婚的事儿。复婚？啊？说这个干嘛呀？哎呦，我工作真的已经够忙的了，我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你们聊这些事儿了。姐，
你就不考虑一下吗？复婚？复什么婚啊？你们今天怎么了？爸回来了。爸，老大，你过来一下，到我房间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咱一块儿。没你事儿。哎，好好睡，好好睡，小心没啊！别就别管，这是我跟你们大姐的事儿，想待就待着，不想待就走。老大，你给我听着，今天我让你回来，就一件事儿，答应我跟邢耀平复婚。爸，你给我听着啊！什么时候答应我，你什么时候出这门，要不然我就陪着你，咱俩哪儿都别去。好好说不行啊！爸，您别闹了行吗？您把门打开，咱有话好好说行不行？我这医院还有工作呢，还有病人，还有手术呢。你这么锁着我不让我去上班，那不是要受处分的吗？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因为这件事你受了处分啊，或者开除了，这责任在我的身上，让他们杀我判我都认了。爸，您冷静一下，我姐病房还有病人呢。你给我闭嘴！他竟给别人救死扶伤了，我是他爹，我的死活谁管？这话说的，爸，您讲讲道理行吗？我医院里一堆事儿呢。再说了，我这复不复婚，那是我们的私事儿，对吧？跟工作不能混为一谈呀。医院里安排了手术，还有病人，我不去上班，那他们怎么办呀？好，你听好，现在你面前有2条路。第一条，你答应我马上跟邢耀平复婚；第二条，你跟你们领导打电话，就说家里出大事了，人去不了了，让他找别人顶着。爸，咱自己家的事咱自己解决，别影响工作，行不行？自己家的事儿，谁没工作过呀？我老曾为了集体，为了组织啊，我也干了半辈子了，是不是？你为了这个医院兢兢业业也干了这么多年了啊，谁家里没点事儿啊？怎么就不能回来呀？啊，爸，这婚不是说复就能复的。那我们几个找大姐夫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也没找着吗？那就接着找啊，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为止。哎呀，曾建国，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您别逼我。我逼你了吗？老大，是你逼我好不好？我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曾志廷，人活一张脸呐，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跟耀平把婚给离了，你让别人怎么看我呀？啊，说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就培养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真的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一直要逼着我去复婚。我自己的生活，你们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难道就因为邢耀平是您挑的，是吗？你们大家都觉得他好，就可以不顾我的感受，是吗？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我想了整整一晚上。我的老脸不要紧，可是我们不能让别人给戳脊梁骨啊！你让我怎么跟老段交代？我怎么跟你的亲爹交代啊？我见着老段，老段就得问我，说老曾啊，老大怎么样了？我怎么说？我说挺好的，结婚那么些年了，一直过得挺好的，突然就把婚给离了，是因为他发达了，有了名望了，瞧不起咱女婿了。老段就得指着鼻子骂我说：“曾建国，你可真行啊！我把孩子交给你的时候好好的，我把他托付给了你，你就把他给我养育成这个样子，我长得该这个口吗？”真的不明白，我离婚到底怎么了？我离婚就怎么了呢？我怎么就让你被戳脊梁骨的呢？你们天天就想着别人怎么看你们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感受，我的生活过得幸不幸福，你们知道吗？
师傅，你醒了。咱俩，你放心，我就要移民了，也不在国内了，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离婚吧，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就这样吧。石小平，你给我听好啊！我爸现在把我姐给关在家里了，要是不跟你复婚的话，就不让他出门，要跟他拼命了。现在家都快没了，石小平，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现在给我赶紧回家。三哥，你去哪儿呢？我再去找找大姐夫。你现在这样出去，你也找不着大姐夫呀。你别去了，要去也是我去，你留着。大姐夫，您可回来了。爸呢？院里呢？爸，耀平，回来了。哎呀，耀平，你跑哪儿去了？可回来了。你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爸说一声呢？啊，让你受委屈了啊！这事不怪你，志婷她。爸，您别说了，不是志婷，是我，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志婷。邢小平，你别瞎说。我出轨了。真的？真的是我，跟志婷没关系。对不起。爸，我不指望您原谅我，我现在就是后悔。可我知道，既然做错了事就得承担后果。我今后没脸在曾家待下去了，在曾家这些年，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爸，您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那血压计和降压药都在那6斗橱靠左边第2个抽屉里。您一定记得按时测血压，按时吃药。爸，不管您将来怎么看我，在我心里，您永远是我爸。您多保重。
走！你干嘛？你疯了！你起来！二哥，你别打你大姐夫！你大姐夫他对不起我，但他没有对不起你。姐，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吗？为什么？从我记事开始，咱爸和我妈就吵，没完没了的吵，天天闹离婚，后来离了，离了又结了，结了又离。我从小对于婚姻、对于爱情就是灰色的，我根本就不相信。大姐夫娶了你，我看着你们那么幸福，我告诉我自己，你看曾志东，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幸福美满的家庭。谢小平，大姐夫，你是男人的标杆啊！你是我的榜样。现在榜样出轨了，全世界都不可能出轨的一个男人出轨了。我看心理医生看了很多回了，医生说我有病，严重的心理疾病。我现在靠每天吃药度日子。大姐夫，我的天塌了，真塌了！
跟病人家属保持好沟通，尤其是74床，要是有任何不良反应，立刻通知我。好，你放心吧，曾主任。曾主任，您父亲来了。我父亲一大早就来了。我说您在开会，他说等着你在您办公室。行，那我先去了。行，我也先走了，曾主任。好的，爸，您怎么来了？你坐吧。您坐。哎，哦。您喝水吗？我喝了一上午了。啊，那我走了。走。哎，你说30多年了，头一回这样。你是闺女，我是爹，弄得还挺生分。哦。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水果，老倪心疼你们，经常把餐车剩下的让我带回家给你们吃，可是你哪次都不吃。有一回就是因为这个，我还把志东给打了，你反而还跟我急了。怎么突然说这个呀？你10几岁就到了曾家，那个时候弟弟妹妹们更小，老四还吃着奶呢。我经常在外边跑车，有时候好几天都回不了家，整个家就都交给你了。我没拿你当孩子。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行啊，孩子多负担重，光学费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把能挣到的钱都搁你那儿，弟弟妹妹们的衣食住行，包括学习，都由你来安排。老大，是你和我一块儿把他们养得这么大，长得这么好，多少还有点出息。他们嘴上不说，但他们心里是拿你当母亲一样的敬重。就是因为我没有文化，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挺正常的，不但不够关心你，还总给你派活，增加压力。现在回头想起来，我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父亲，尤其是在药瓶的这件事上，头一个就是我错怪了你，太没有心了。爸，你怎么突然说这些啊？在你们家住了那些天，我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努力瞒着我，瞒着大家，但是可想而知，你心里得多难受。老大，爸对不住你，我再不提复婚的事儿。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从今往后，你有啥话，有啥想法，有啥需要爸的地方，你不能瞒着我，你统统都得告诉我。我身体还行，脑子也没什么问题，
工作上我是帮不了你什么，但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不管你以后跟谁过得怎么样，你记住了，娘家还是最亲的地方。说完了。说完了。那我也跟你说啊，以后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瞒您了，您放心。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永远不会改变。谢谢我大闺女。小景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院里最年轻的主任了，平时比我还忙。比你还忙？那得忙成啥样了？那得心病的人更多了。是啊，好几天都没约上，趁午饭的时间跟他聊几句。那可太好了。请坐。你这没事，你慢点吃。哎，吃完了，吃完了。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乱。哎，是我不好意思。志婷都说了，你可忙了。你这本来就忙，连饭都没吃好，可不，要是为儿子的事情，也不能这个时间来。吃好了，都能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曾姐是我师姐，照顾我很多年了，您就叫我小景就行。好，小景主任。哎，我递的那个资料我都发你信息里了，看了吧？看了。他本人今天没来吧？这不太方便吧？你看我就说吧，有啥不方便的呢？看病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没有病，谁找大夫啊？是不是？哎，老爷子，您先别急，我的意思不是说非得本人来，那有的人啊，他要有抵触情绪，来了反而有反作用。我刚才就是想说，要是本人在，很多事情就方便当面了解一下情况。像我了解，我儿子的情况我全都清楚。你问到的，我知道的，我都说。好，好，小景，我爸先跟你说着，我接个电话啊。好，你先忙，师姐。老爷子，要不咱们去那边？哦，在这说，方便我记录。行，来，请。你刚刚说的问题正是我头疼的地方。说实话，这个会所以前呢是内部使用，各方面都不够规范，而且一直以来都依靠总部才能维持下去。我请你来，就是希望让会所尽快达到对外营业的标准，早日实现这个收支平衡。范总，我明白。咱们会所硬件和配套设施都已经算是非常好了，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它定位更加清晰。我会写一份报告给您过目。那辛苦你了。说句题外话，你父亲最近怎么样？挺好的。我答应要去看看，可是最近一直忙，也没有什么时间。我替我父亲谢谢你。真是挺不好意思的。老爷子，如果您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您就告诉我。没有，景主任，这么说啊，只要对我们家老二志东那个治病有用，我没有啥不方便的。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问我这个离婚的事是吧？是。现在其实想起来还是怪我是一个老工人啊，文化也是浅，我就想的简单，我即将挣了钱了，往家里头一交，就没事了。所以下了班之后，我就跟这朋友打打球、唱唱戏，偶尔也喝点小酒、玩个牌。所以跟着法立明，就志东他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就说我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我们家就因为这个事儿，就经常吵架。哦，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从志东记事儿开始，您家里的气氛就一直比较紧张呢？是这样吧？那您离婚的时候，志东多大了？上小学呢。
其实要说这个志东跟志婷啊，这俩人还是一个学校的，都是我们那个铁路上的子弟学校。志东他妈跟志婷他妈还是工友。那等于说是志东上小学期间，您跟他母亲离的婚，对吧？开始也没马上离，那个就是要用现在的话说哈，叫分居。然后志东他妈这赌气从家里搬出去，到工厂宿舍住了有1年多，在这个中间才办的离婚手续。那您和您的第一个前妻，也就是志东的母亲，除了性格上的问题以外，还有没有导致离婚的其他原因？您要是不方便就算了。没有，方便都方便，反正为孩子治病嘛。是这样。玲姐，怎么了？一句话没有，这可不是你作风啊。有心事儿呀？恋爱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八卦？哎呀，我说你这几天怎么总是请假约会去了，对不对？快说说，快说说。我现在哪有心思谈恋爱啊？我家里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的，我愁还来不及呢。哎，我可跟你说，这几天你没来公司，好多同事问你呢，都是男同事。有直接问的，也有拐弯抹角问的，连那送餐的小哥都一直问你呢。你现在妥妥是我们公司第一女神啊！你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我好像也找不到理由反驳你哈。是不是开心多了？那您第2次的婚姻维持了多久？1年左右。您方便透露一下离婚的原因吗？方便。那个，我跟费亚娟，也就是老四他妈结了婚，刚有老四，没多少日子，这个樊丽萍和老段就没气中毒了。老段当时就没了，那个樊丽萍还抢救了几天，没剩几口气儿的时候，他就把孩子托付给了我。托付给您了？哦，嗨，这我跟樊萍怎么说呢？啊，说白了，有时候关系就跟兄妹一样，啊，他也是，家里老人都没了，就把孩子托付给了我也没多想，就把这个事儿给应下来了。但到家我就傻眼了，就因为没有跟人家费亚娟商量，这孩子从2一下就变4个了，所以家里各方面的全都紧张起来。所以也为了这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就经常拌嘴啊、吵架呀，再后来就离婚。那费亚娟和志东的关系怎么样？这个说良心话，费亚娟虽然是后妈，但是她对志东还是挺好的。可能就是有一件事，大概志东可能会有些想法，就是费亚娟跟我离婚的时候，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这是志东亲眼所见的。后来这家里确实是过了一段苦日子，这个老四还小，其他3个孩子对这件事儿提起费亚娟来还是有怨气。明白了。那志东后来谈恋爱的事情您清楚吗？他不说我哪知道？这要不是因为这回我还不知道呢。那他开始发现和确认自身情况，这个您清楚吗？不知道。那他开始服用药物，您清楚？那就更不知道了。那他从谈恋爱失败到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恋爱经历，您也不清楚，对吧？老爷子，其实您对您儿子啊，还真不像您刚才来的时候说的那么的了解。至少您在他的感情方面和心理健康方面了解的还是远远不够啊。哇，不好意思啊，聊了点那个手术的事儿。慢坐，坐。怎么样？聊完了吗？聊到哪儿了？聊得挺好的，对。也了解到很多情况。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啊，我了解的还不如我爸了解的多呢。我这个弟弟啊，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怎么在家里住过了。他是卓米娜酒店的房务总监，每天迎来送往的，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人也特别开朗。谁也没想过他会有这种心理问题。我之前吧也曾经问过他，说为什么不谈恋爱啊，不交女朋友啊？他说想等事业有成之后再考虑个人问题。后来再问他，他就说，觉得女人不靠谱，婚姻不靠谱。我当时觉得可能是上一段失败的感情让他心里有挫折有阴影，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通过我了解到的情况啊，我觉得志东呢是一种典型的恐惧症，精神病啊。你别瞎说啊。我更愿意说呢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所谓的恐惧症呢，是患者对于特定的对象或者处境而产生的一种不必要的极端的心理上的恐惧。而且伴有明显的这种焦虑啊，或者自主神经症状，而且会采取主动回避的方式来排除这种不安。患者明明知道这种情绪是不合理、不必要的，但是却无法控制，因而导致影响了正常的活动。具体到志东来说呢，由于幼年和少年时期对于婚姻和家庭有着一种极端的体验和理解，导致成年以后不敢面对感情。假如不谈恋爱或者不谈婚论嫁的时候，他都可以正常的和异性交往接触，否则他也不会选择服务行业，对吧？但是，一旦谈及感情、恋爱、婚姻，或者要面对曾经有过的感情纠葛的女性的时候，或者是有女性向他表白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焦虑、胸闷、急躁、暴躁、紧张这种综合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极端暴力行为。没有，这个我保证。那个志东肯定是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这些啊都是最极端的反应，志东还不至于。那这个能治好吗？这么跟您说吧，如果志东愿意主动配合我们的治疗，我还是很有信心的。你不用送我了，那么马上快回去吧。小景说的话都记住了啊。记住了。让志东早点来看病。你瞧瞧，您这叫记住了吗？都说了不能说是病，要说是心理障碍、心理阴影，记住啦。这回记住。您呢也别太着急了，说话要讲究方法，注意分寸啊。回头我忙完这几天，我也去找他谈谈。好，你快走吧。走了。哎，你忙你忙。快走吧。哦，鑫哥这几天啊，拼了命的跑车，太辛苦了，都没怎么休息过。你看，一进来衣服都没脱就睡着了。这吧，大爷，你先坐一下。我有车还要出一下。好，谢谢你啊。没事，来吧。好，你坐一下。